我对于贵族的印象，我读过张爱玲写的一篇东西，她说那个老爷子啊是贵族，没落了，没落到家里都没钱了，然后他太太要为了张罗餐桌上有几块肉，费尽苦心把珠宝给当了，才能够买几块肉回来，再让他吃晚饭的时候桌上有一点肉。老爷子呢，贵族的脾气不改，就是家里的狗走过来，立刻把盘子里的肉丢到地上去，喂了狗。他没有钱了，可是还是维持贵族的习性。如果高晓松说我方对于单身这件事情的状态有各种的混淆的话，我也要说你们那一对对于贵族的定义有各种的混淆。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聊贵族是很荒谬的事情，就是你追溯到英国女王去世，对我们来讲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啊。所以，我倒是愿意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贵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贵族就是特别不负责任的那种人，贵族是社会既得利益阶级，他的爵位是世袭的，他哪要对他的佃农负责？他哪要对他的旗下的战士或者是农民负责？他不负责的，贵族不负责的占99%啊。所以，当我们现在讲一个人是贵族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大概讲的事情是，这个人既不实际，又不负责任，然后任性。这几个特质发生在谁身上？绝对不会发生在结了婚的人身上。这几个特质就发生在单身的人身上。你今天如果问我说单身好不好，我还真不能回答你。可是你今天如果问我说单身是狗还是贵族，那我刚才的分析，我觉得单身比较靠近贵族那一边。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呢，其实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文字，我从来没有用过“狗”这个字。我不说人家是马子狗、单身狗，什么狗，就是我不喜欢这个字，我就不用。不管你们刚刚说的这个人单身是自愿还是非自愿，我没有数据，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一个人单身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可是我认为，当一个单身的人，我称他为单身贵族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好一点啊。可是当一个人不得已单身的时候，我还说他是狗，我觉得他人生会更糟。所以站在这个立场，奇葩说我从来都不愿意让它变成是一个遵循权威的发言的地方。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一集当中公然的宣称有伴侣才是一个好的人生，而单身是一个残缺的人生？就是我当然不可能鼓吹这样子的价值，就算我不是站在这一队，我也不会同意这个价值。所以你要替那些不得已单身或者选择单身的人想，他们做了勇敢的选择，那你尊重他们的选择，你不需要很任性的践踏他们说你们都是狗啊，何苦如此？就是他们有这个不得已的原因才变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在奇葩说这个场地，我特别在意多元价值的建立，就是有人愿意单身，我们不应该污蔑他们是狗啊。谢谢。哇哦！第3季奇葩说回归，这回玩大了。这回是高晓松和蔡康永各自带队，立场分明，直接对抗。他们这两个队各给自己起了一个划时代的名字。高晓松这个队叫大锦队，而蔡康永这个队叫肉松队。这两队各有15个奇葩跟在他们这两位团长后面。这15个奇葩当中，各队有6个是老奇葩，哭着喊着打也打不走，赶也赶不去，非要回来。好吧，回来就回来，再给一次机会。那另外的9个人是谁呢？是新奇葩。两队一共有18个新奇葩进入到奇葩说第3季的现场。这18个人，其中只有1个人是从4万多人当中选出来的，另外17个，我非常不好意思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导演组从他们自己家7姑8姨3舅妈4老丈人那边慢慢挖出来。这些人是不是奇葩？等待我们的检验。奇葩说第3季马上就要开始，第一个出场的是我的女神，我接人去。Oh my Lady Gaga， 你可来了！哎呦喂，你可回来了，回来了。奇葩说第3季就等你开场了。这季高晓松回来了，你看了。
这孙子回来了啊，这孙子回来了。去年就因为他，我挨了多少骂呀！去年我就要做女神的，愣把我放到他那个位置上来了，我就顶了吧。买 Lady Gaga，我们自头接自尾，没问题。第3季第1期，我的女神金姐对战蔡康永、高晓松，您这边请。请让我说话，说话，说话，没有人废话，进化，进化，进化，也没有多复杂。你不爱没关系，我只说我的真理。你需要我这样勇敢的启发。欢迎收看由穿衣用有饭、争取不犯2的时尚购物 APP 有饭冠名播出的《奇葩说》。本节目由早上喝扛1天的国际扛饿大品牌果粒多燕麦牛奶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选手服装由时尚购物 APP 有饭提供。太高兴了！奇葩说第3季就这么就开始了。作为一个主持人，我应该有一堆开场白来欢迎大家，都省了。来，让我们有请今天即将出场的2队。首先是高晓松率领的大锦队。叱咤風雲我任意闖，萬眾仰望。叱咤風雲我絕不需往後看，翻天覆地我定我寫，自我的法律。車夫閃出眼光的歡迎大錦隊，歡迎小松老師。这是我见过的史上史下10里10外都最强的一支辩论队，大锦队。我们刚才做准备会的时候就完全没有话说，目中无人，不是就没有什么可准备啊。后来我就唯一提了个要求，就是说不要让对手输得太难看，对，这样的话还是要有些风度啊。我们主要来练习这件事。哎，这是我们大锦队，来，让我们在一阵热烈的掌声当中欢迎大锦队的对立方肉松队。千年等一回，等一回啊！千年等一回，我无悔啊！哎，这完美缓啊！啊，真的是妖孽丛生啊！我觉得我们这队气质比较好哎。是的，是的，是的。对啊，是的。你比如说像潇潇，你是因为胖了吗？穿成这样？那你怎么跟怀孕了似的？不是，我今天造型的主题是黑天鹅，哎呦，专门治那只鹅。你是鹌鹑。我觉得一只鸽子和一只乌鸦就别聊这些话题了，好不好？好，那个现在就请肉松队的队长康永哥来说一下站在你们马路对面的这一队的情况。这一队看起来很嚣张。那小松呢，这么熟悉历史的人知道骄兵必败，就是一开始这么嚣张的放话说一定赢，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定输。骄兵必败在历史上是说2队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骄兵必败啊。但是如果这差太多，那再怎么骄也。来，让我们有请《奇葩说》第3季第1位女神金星姐。是参见红墙满荒大，今日非凡是慧根，唐朝女皇武则天。三岁冠，6公分带，生息。哎呀，我不抱你。讨厌我是呸！
你怎么把想象给传出来了？设计师告诉我，这身衣服有个主题叫“与虎谋皮”。看看老奇葩们，呀，明儿来了，哎呦，怀没怀上啊？是的，来看看这边，看看这边，看这边的老奇葩。这边的，哎呦，这个怀上这了，个怀上了，怀上了，怀上了。来，让我们有请所有的新老奇葩和我们队长级女神就座，准备开始。当我们全体就座之后，让我们首先统一一下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济济一堂坐在这里，开始一场伟大的辩论，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赞助商。没有我们的赞助商，我们怎么能够坐在这里呢？所以，让我们感谢有100种方法，100种，有100种方法，让我们集体来感谢一下，有100种方法让你穿出范儿的时尚购物 I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同时我们要感谢国际抗饿大品牌，大家熟悉的古力多燕麦牛奶。因为古力多燕麦牛奶赞助奇葩说，好多人开始喜欢上这个品牌。早晨起来喝1罐，抗饿到下午，下午再喝1罐，撑死到第2天早晨。谢谢2位赞助商之后，这2位赞助商特别拜托我说，你们一定要在现场帮我说一下，肯跟我们一起联合赞助奇葩说的其他品牌，他们是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还有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这个我们在现场呢，当你废话特别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 vivo， 意思就是你快到飞起来了。好，还要感谢个废话多就像头皮屑，让海飞丝消灭你的海飞丝，谢谢。好，当我们整个把广告全部都说完了之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辩论，开始。我是范范，30岁，未婚，无男友。单身已经30年了，说白了还不是一只落魄的单身狗。朋友圈被别人的恩爱秀一脸，逢年过节更是逃不过那些虚情假意的问候。哎呦，范儿今年多大了呀？长个对象了吗？这么大还没对象呀？还有对念初啊，在哪呢？你们走开，我想静静。但有时看到自己性感的身材、高贵的气质，我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单身贵族。一个人，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吃；一个人，我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人，我想干嘛就干嘛。偶尔还可以跟自己谈个心，你真好看，你也是。一个人，我有成千上万种选择，晋王、白子画、徐太宇，还有马东东。我是范范，我很纠结，单身到底是贵族还是狗？我们什么时候奇葩说沦落到有这么多宅男在这里？听说这题目好像大家选下来，的确是你们真心相信的事。对，没错。对面的敌人当中有任何你们在乎的人吗？我很在乎严氏兄妹。严氏兄妹。其实我们队根本没有谋划任何事儿，弱者才谋划。我们反正就是赢了，恨对方太弱。我们唯一一个阵势就是菜刀阵，上来就全给剁了馅儿。实在我们赢了2场之后，对手实在难过极了。为了节目的收视率，我们替他们谋划一下。刚刚我在外面问哲耀，我说你觉得你和颜如晶谁比较厉害？他这么腼腆的人竟然不加思索的告诉我，还是我比较厉害。听了他说的要有理，就把他打断说：“你这么说不行的，你应该那样。尤其是什么单身是不是狗这种，你说在如晶面前你辩这种话题，你看如晶像狗吗？我们今天辩的是狗的，我们要辩的是我们是狗。狗啊，当然了。
怎么能随便单身呢？怎么能随便单身呢？怎么能随便单身呢？感谢喝了就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废话就像头皮屑，消灭就用海飞丝和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的大力支持。题目出来之后，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朋友，你说为什么是狗？你们这是侮辱人吗？请你把这段视频关掉，你不适合看。今年你觉得单身是贵族还是狗？我选择特简单，我只选择贵族和狗之间，我肯定选择贵族啊！你站那边，贵族是我追求的，是我想要的，但狗我没办法，被逼无奈，生活所迫。姐姐这是拼了！那我们请现场100位观众，红蓝键，正方红键，反方蓝键，表达自己的态度。正方是贵族，反方是狗。第一阶段新咖试炼战，本阶段共6场比赛，每场比赛2队将由1名老奇葩带领3名新奇葩进行对抗，每场获胜队累计10万扛饿基金。赛段结束后，全队共同投票淘汰本队3位新奇葩，每队余下12人进入下一阶段。3、2、1，停。68比32。按照我们的规则呢，那就是还是从反方开始，好吗？那反方第一位发言的是谁？是你。好，梁权，你请。OK， 曾经啊，我也觉得单身狗这样的词真的好侮辱人哦。怎么了？老娘没人要，老娘连人都不是，物种都改变了吗？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单身挺好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虽然我工作年限很短，可是我工作经验丰富。为什么？我加班多嘛。一到临下班，全儿啊，回家没人陪，留在公司跟同事一起赶报告吧，多温馨呐！一到周末，全儿啊，知道你们有约会，一起来公司开个会吧，多幸福啊！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呢变成了一个加班狗。终于，我有了假期。我约小姐妹聊这个八卦，正开心的时候，她说：“哎呀，宝贝儿，亲爱的，男朋友约我看电影，不走不行了啊，下次再去啊。”重色轻友4个字还来得及说，绝尘而去了。那我自己玩好了，我出去吃甜筒，第2个半价从来没有吃到过。我出去吃碗面吧，刚回来，哎，碗怎么被人收掉了？那我回家，结果发现水管爆了。半兽人是怎么炼成的？我自己修，结果被水淋病了之后，上医院挂吊瓶，自己还要拿着吊瓶去上厕所。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对我说：“请让我来照顾你。”我还觉得你谁啊？你有什么权利来照顾我？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很好啊。可是慢慢的，我发现，我之前20几年过的真的是狗一样的生活。我现在可能仍然会加班，但是有人起码会问我你几点回家。我可能住的还是要随时会被房东赶出去的出租屋，但我仍然都觉得有了家。因为我终于发现，在这个城市无论有多大，总有一盏灯为我点亮。我不用再流浪了。什么会流浪？狗啊！我流浪在职场，流浪在社交场。我以为我的生活很充实，其实我很空。所以电视机前亲爱的你，谢谢你，让我不再做一个单身狗流浪。说得好，成功拉回21票，成功扳回21票，不容易。你们这边本来要第一个说话的是谁呀？王华平，你开始。刚才梁权讲到说，你在工作的时候，老板一直叫你加班啊，然后叫你去做你不想做的工作，这说明什么？你选错工作，不是选错状态。再来，你说你的朋友都不理你了，都不陪你了，那正是一个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啊！如果你那个时候不是单身的话，你有可能遇到后面的真命天子吗？不可能。再来，你说单身狗，你是狗，你骄傲，你这么正面健康的心态，其实你心里面是个贵族。就像我们称呼自己的儿子叫小犬，我们也不是说他真的是条狗啊。所以有人称呼自己儿子小犬吗？这个古代中国啊，你说小犬、小松啊，这个这么表达的。自己对第3方说犬子，对，但是没有人小犬。不，这个有叫狗蛋的。贾政跟别人客气的时候会称呼宝玉为小犬。没有啊，中国农
春江还叫二狗子啊？真的假的？有啊，小孩叫二狗子，叫狗是正常的。对，大狗、二狗，对，大狗。但是叫犬就比较少。好了，那他讲完了？还没讲完。我们发挥就是把它岔开。不能用这么下流的招数。我告诉各位，所以呢，你就是说，当有人向别人介绍说这是小犬的时候，他也不是跟别人说这是小狗，他不是真的是在骂他，他是谦虚的一种讲法，就像他们对面的心态一样嘛。我还跟各位讲一下哈，在台湾有个说法叫马子狗，这听起来有点歧视的意味，但是呢，它的形容状况呢是说，一个男生有了伴侣之后，他把自己的姿态放得跟狗一样低，来侍奉自己的伴侣。马子狗这个东西呢，我本人就是一条哈。我的基本上呢，女朋友叫我往东我不敢往西，叫我跪我不敢坐，叫我坐着我不敢翘脚，叫我听 Beatles 不敢听五月天。我这么听话的状况之下，各位。非单身的人，他也有看起来像一只狗的时候嘛，所以你要说单身是狗的话，非单身的人也有可能像只狗啊，要狗大家一起狗 ，Let's go together 所以咱们别比惨，来比好的。单身为什么是贵族？贵族是什么？就是有权利的人，有主导权的人。我来问一下现场的人，你们有了伴侣之后，你们对人生的主导权是多了还是少了？少了嘛，对不对？我告诉各位。其实交往伴侣呢，就是一个把主导权拿去交易有伴侣的快乐的行为。单身为什么是贵族？因为他对人生有绝对的主导权。我跟各位说一下啊，我当了24年的单身贵族，24岁之前我没有交过女朋友。我在过去24年来，我唯一一个两性关系上面的烦恼就是我想脱离单身，但是脱离单身之后，烦恼变多了。我要怎么样逗女朋友开心？我要怎么逗女朋友快乐？你人生的主导权拱手让人。好，再来讲，你烦恼这些东西，你的经济主导权也没了。单身的时候，你挣钱是为了自己挣钱呢，你赚的钱你自己可以享用，你可以出去旅行，那很开心。但是呢，你有伴侣、有小孩之后，你就要开始奉养他们了。你在包尿布的时候，我已经订了机票，准备到夏威夷去了。你说我是孤单寂寞，会觉得冷，我告诉你，夏威夷热死了。夏威夷很热的，而且那边有很多单身的人跟着我一起准备 party。夏威夷是蛮热，你这句话蛮冷的。所以我告诉各位，一样是花钱，我花的都把钱花光。你吃风鹅，我吃沙，但是我吃的沙是夏威夷的沙，有饭告诉你。最后告诉大家，其实呢，你如果心灵不自由的时候，即使有伴侣，你坐拥金山银山也只能吃狗食肉干。但是如果你心灵自由，不怕寂寞，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空海阔。为什么？因为你们就是单身贵族。谢谢。我觉得马东，你是不是不高兴？我把他从康熙赶出来，放到你这边来了。我特别怕他来了以后，我这个节目也黄了。反方下一位是谁？丁泰明。那我细声细语地说几句。黄浩平来了我们节目之后，我们节目会不会收我不知道，但是他一定会毁了各位的一生。为什么？说单身那么不好，你为什么谈恋爱啊？你不谈恋爱，你有那么多问题去烦恼吗？你烦恼的第一个问题，你没了主权。请问有主权的就是贵族吗？那些小白菜呀、叶儿黄啊、没爹没娘的，最适合当贵族了，因为他们最有主权，自己养自己。第二，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我算是听明白了，他一直在说呀，我们要追求的是空间，我们要追求的是自由。但是朋友们，人生追求的是空间和自由吗？追求的应该是幸福。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追求空间和自由，那好，今天家里养的狗死了，空间又大了一点；今天家里养的金鱼死了，鱼缸搬走，哇，空间又大了一点。人家金鱼搬走了就大很多，你们家到底有多大？这么大的鱼缸。就是有钱有范儿。好，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贵族呢？一，得到大家的尊敬；二，得到社会的认可。可是你得到尊敬了吗？作为一个单身狗，我就有血淋淋的例子呀。过年回家过节的时候，我没有得到尊敬，迎接我的不是夹道欢迎，而是举家盘问。朋友也是一样，小姐妹喝下午茶来了就开始献戒指。
哎呀，这戒指又贵又大的，哎，戴着也不好看。我老公买的，非要买这么大克拉的钻，烦死了。他就是虚荣。你往那一坐，你以为你是进行一个上层贵族间的交流，可是他只是来纯粹虐狗。所以我在此呼吁，没有秀恩爱就没有伤害，可是伤害永远不会停止。不仅仅是亲戚朋友不停止伤害，连社会都不停止伤害啊！全世界只有一个节送给单身的朋友们，叫双11。不像别的节，我送你一朵花，我送你一朵花，你送我一盒巧克力，不是只有什么疯狂打折？它是什么意思？就是单身狗不哭，站起来靠自己，你也能买得起。所以朋友们，别再自豪地跟自己说我单身，我是贵族，总有一天你狗都不理，狗都不要。谢谢各位。他自己夹带2个品牌私货。什么呢？来，哎呦，这都听出来了。感谢为阿里宣传了双11。他干的，他干的。然后呢，他还夹带了一种包子，叫狗不理。谢谢石泰明，谢谢你说完了话，我特别欣慰，至少你们家里你哥哥还在世。然后这边跃跃欲试的是李挺。一个，加油！加油！其实我刚才听到过程中，我是非常忧伤的。那我应该就是对方所说的单身狗。可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王思聪单身的时候是单身狗吗？吴彦祖单身的时候是单身狗吗？周杰伦没结婚之前是不是单身？是单身吗？单身狗，你敢说吗？不敢。不敢。你唯一能说的是谁？是我。所以我发现对方所说的单身狗这件事情，根本不是在说那些单身的人，而是在说我。为什么要说我？因为我是斯啊。所以我跟你们说，斯做任何事情都活得像个狗一样。斯在单身的时候，当然是个单身狗了。那屌丝如果谈了恋爱，有了对象，就不是狗了吗？你只不过谈了条狗恋而已，后面是老婆和老婆他妈牵着你。所以说，你们知道吗？单身和双生都是狗，并没有差别。我们刚才也说了，有马子狗嘛。那好，你上班，突然变成加班狗；你读书变成论文狗；你连老了就会变成一个老狗，你知道吗？你们都明白了吗？这种狗是不分品种的，所以你们千万要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是不是一只狗这件事情绝对不由你单身决定，而是因为你活得像只狗。我们再换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你不是一个子了啊，你会突然的发现，那些我们所谓的自由啊、尊严，莫名其妙就直接到你手中了。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才华多得跟周杰伦一样，长得跟吴彦祖一样帅，有钱跟王思聪一样，单身只会成为你的加分项。像王思聪，如果他不是单身哦，他就是某一个人的老公；但是他如果是单身呢，他就是国民的老公。开什么玩笑？我跟你说，决定你们是不是狗的，绝对不可能是你单不单身。所以问题在于他是斯。如果你不是斯了，世界上所有的温柔，今天你都可以得到。以上，谢谢。真棒！这边是谁呀？哎呦，来了。来，您请。英国的哈里王子，当他单身的时候，他也是典型的单身贵族。但他之所以为贵族，不是因为他单身，而是因为他是王子。所以我们能接受王子是贵族，但不能接受单身是贵族。你的贵不贵族，也不是由单身决定的。你讲完血管会不会爆掉啊？所以不要因为他是其他因素导致他是贵族，同时他刚好不小心是单身，你就说他是单身贵族，那叫什么错误？错把冯京
当马良。那现在我要申论一下我方的论点，为什么单身是狗？先澄清，我们不是鄙视那些单身的朋友，我也单身。重点是你要承认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修正，希望有一天你能找到幸福。那为什么单身是狗？很简单，大部分的人单身是被动单身、无奈单身，不是他想要这样，是别人不要他只能这样。请告诉我，这样的窘境，你还把它形容为贵族的话，回答一个逻辑问题：什么样的人物是人家越不要他，他越高贵的？你能回答我服？但我知道你肯定不能回答，就算你回答，我们一定会反驳。之后择偶像什么？像投资买房。想一下，有一间房卖了30年都卖不出去，你敢买吗？你会不会觉得那间房子有什么问题？你是说石泰明家以前住在那里？择偶也是同样的，如果你真的按对方的逻辑选择单身到老，30年单身、40年单身、50年单身，人家就是同样的，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管他从哪一个角度想你的问题，那些问题都不能总结为单身贵族，肯定是可怜兮兮的狗狗。他可能会想你的，包括他是不是情感处理无能，生活自理无能，或者是不知道什么地方无能，反正就无能，所以他是单身呢。所以综上所述，记得大部分单身都是被迫单身，你就认了吧。我们这些单身狗想办法纠正自己的问题，希望找到更好的春天。最后，我祝各位兄弟明天就找女朋友，从此不做单身狗。说的特别好，就是眼神不太好。我们现场有80多个都是女生，他最后各位兄弟，因为他可能看到鬼。来，你如果真的没有见过鬼的话，你将会见到的。正方下一位是老五。我松下皮带，我是真的。真的。我说真的，我刚才对面发完言，我一直很费解，从小到大没有见过这么想当狗的人呢。还直接举出一个哈里王子的那个例子来说，人家为什么是贵族？人家因为天生是王室。那我也奇怪了，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狗改不了吃屎”，那我单身我就该去吃屎吗？所以刚才对方的观点非常可怕，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很多人单身是被迫单身。亲爱的，你帮帮忙好吧？你要知道，很多人单身是因为不想将就。如果我劝我单身的朋友呢，我不会告诉他，我说，亲爱的，你要相信，总有一天有一个人会穿越拥挤的人潮走到你面前，牵着你的手。这个人你要等，而我会告诉他，亲爱的，你单身并不是因为你条件差，你要相信总有一个条件比你更差的人愿意跟你在一起，你仅仅是因为要求高。我们今天说我们是贵族，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生下来就是皇亲贵胄，我们自己的条件得天独厚，而仅仅是我们有属于自己的一套选择伴侣的贵族标准。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道理很简单，你要找一个人在一起，摆脱单身是一件非常 easy 的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找到一个你愿意跟他相伴到老，那才是真的难。我想在奇葩说上从来没有讲过我自己的感情的故事，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可讲的，你一个都不讲，因为其实这个故事蛮恶心的。今天在我们现场有一个女生她曾经非常疯狂的追求过我。台上的还是台下的？台上的。Oh my god！ 一度造成我非常严重的困扰。马薇薇，追不到他才选了周旋义的。
将就一下。他们就是不想当狗。好，所以这个女生呢，她的名字叫大王，来站起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对，我就是那个不幸的大王，我居然给我们沈家丢脸蒙羞。给我坐下。好，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她跟我的关系呢，她是我大学时期的学妹。然后因为我大学时期的一次129的合唱晚会上，我带着我们全班的女生呢，就是然后真的是当时真的风华绝代，在全校引起了轰动，夺得了那一次合唱比赛的1等奖。结果呢，他就对我一见倾心，穷追不舍。然后我要告诉大家，我上大学的目的，我就是要好好学习。你这个意思是说，你父母送你进大学，本来是让你去耍流氓的，我就想心无旁骛的好好学习。我是这样，你先把你那些旁骛说一下。哎呀，马老师，你老是提起我们队，真的好烦啊！然后我真的是想，当时我上大学的目的特别简单，我就是想为我们国家的播音主持事业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所以我就不想分心。然后大王呢，他一直就是对我造成骚扰，而且对我穷追不打，还给我写信，每天拿着我最爱吃的泡椒凤爪，在我们那个学校我上课的那个楼等我。然后是因为鸡肉都被如今吃了，我就只剩下凤爪了。然后我又觉得作为一个男生又是师兄，我真的不能耽误他。我当时就拉着他手，我告诉他，我说大王啊，你要相信，你这辈子都不可能遇到比我更好的人了。但是我觉得我对你来说真的有点太好了。我就非常婉转的拒绝了他。那你说是不是事实？我承认，当年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我真的是没有见过世面。我关你们什么事儿？人家小两口吵架，你们别干涉。好了，我承认年少时候的选择都有点轻。哎，大王，如果他那时候答应你的话，你真的会跟他在一起吗？那说不定我现在怀孕了。我想是不会的。我可以过来吗？好，所以你讲这个爱情故事要干嘛？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大王找我就是因为他有一个贵族标准。每天他都在试图高攀我，而我呢拒绝他，也正是因为我有一套贵族标准，每天我都不想将就，不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两个没有在一起，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都相信我们是单身贵族，我们都值得更好的人。那所以什么叫真爱？真爱就是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个人，我愿意放弃我的贵族标准。有多少女生小的时候希望长大有一个王子骑着白马来接她？又有多少女生长大了之后告诉大家，我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但是这些女生当中，又有多少人最后被一个穿着彪马的男人牵着手？哎，彪马招你惹你了？万一下一季算入奇葩说呢？只是为了押韵。对，我们学院教育就是这样，就要押韵，什么都要押韵。最后呢，我要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是，单身不是狗，真爱才是狗。为什么？真正的童话故事不是王子遇见公主之后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而是一个平庸的我遇见一个平庸的你，我们愿意放下幻想，放弃标准，做一对相互依偎的狗，因为此刻我们只愿意对彼此忠诚。谢谢。宝贝，哎呦，潇潇啊，潇潇。哎呦，潇潇，我最近在北京生活了几个月，学了一句话，特别适合潇潇刚才整段东西。潇潇，你这个身材，
这么高贵，颜如晶，娇娇，你这个损色，这么高贵，找不上天儿啊！你就是我的天。哎，麻烦解说一下。损色是这样，解说一下啊。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华人，在北京学了一句东北话，特别好。来，姐姐，你解释一下损色是什么意思？损色就德性。啊，损色。对，华少你这个德性。对，这个德性。我都从来没听过这个词儿。这样，你照照镜子，你只要一看镜子，你就只理解这个词了。我继续啊。肖刚才一直说嘛，说什么他不想将就，他有一个贵族的标准，然后说我们这里狗改不了吃屎。肖，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觉得你跟所有周围的人在一起都是在将就，觉得围绕着你的都是苍蝇，这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自己是一坨屎？不是屎，怎么可能有这么多苍蝇围绕着你？为什么对方便有一只人身攻击你啊？有必要严肃一下我们整个辩论现场的纪律，对不对？是。奇葩说这个现场是很有规矩。好。人身攻击怎么了？怎么了？继续。好，我继续。这样让我公平的攻击一下，我们来看看李挺刚才说了什么。他说西方会有红等着他，他非常自由自在。本来我还很好奇，一个单身的人，他可以主动单身，他不想找任何的伴侣，但是情感总要有寄托，情感没有寄托，也一心要有一点发泄的地方。我就不明白你不找个伴侣怎么做，原来是我落后了。原来还有这样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就是我们翻滚吧，睡过玩过还是好朋友而已。这种方法叫贵族吗？这种是我们认为的贵族行为吗？这种不就是标准的不沾锅行为吗？我吃饱了，但是我擦干净我的嘴。这不感觉有一点点狗狗的感觉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你怎么好意思？你当然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你也当然可以享受于这种狗试试的方式。但是这时候你还称自己是贵族，我觉得你有一点过分。我们为什么说单身是狗？其实道理很简单，不是说单身有什么不好，单身只有一个惨而已，一定是你有一些好，没有人懂得欣赏。如果有人欣赏，他早就不是单身了。这就像你是一道菜，比如你是个想什么菜？榴莲，对，你是榴莲，榴莲是果王吧？他说我就是水果里面的王，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它很臭，没有人想要吃，也没有人尝得出它果王的好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榴莲有没有感觉自己很悲剧？明珠案头的感觉一定是涌上心头，哇，押韵了。明珠案头的感觉一定是涌上心头。你还讲2遍呢，你知道吗？我觉得押韵的很不错。我讲到哪里？明珠案头的感觉，这时候就涌上心头。但是如果它是鸡肉，它遇到全世界都是颜如晶，每一只鸡都觉得自己死得很值得。他懂得有人欣赏他了，所以你看，当没有人懂得欣赏你的时候，这就是单身最狗跟最悲惨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说单身是狗嘛。所以我最后要说的是，摆脱单身吧。有没有？有深度，有深度。这句话为什么要停4拍？所以我最后要说的话，摆脱单身，找一个会欣赏你的人。谢谢。这句话如今说出来，其实是投进锅里，找一个吃炸鸡的人吧。这个，现在双方都哲耀加油。张哲耀，你请。今天反方同学他主要在强调我们被迫单身的苦。你如果是要讲被迫单身很惨的话，那你有没有想过被迫结婚的人日子就很快活吗？你今天像是
朱丽叶像是祝英台，她被人家赶鸭子上架，被迫结婚，她的痛苦就跟被逼良为娼是一样的嘛。你更何况有的时候你所托非人，遇人不淑，变成一顿怨偶，那你生活中的苦难比起被迫单身，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非自愿的单身跟非自愿的结婚都很苦，可是苦在被逼。所以我们今天不应该来讨论一些非自愿被迫选择单身，我们就来迎接岩浆和学长的挑战。什么样的人是会自愿选择单身的呢？告诉你，有修道之人，我们东方的僧侣，我们西方的修士，他们都是自愿选择单身。他们呢是有宗教信仰带来的精神寄托，这样的神性之爱，可以超越凡尘的七情六欲、男欢女爱。所以他们当然是在精神世界里活得非常的充足，就富足的像是一个贵族嘛，不像我们在滚滚红尘之间苦苦的挣扎，这么样的狼狈。人家都还没有在笑我们单溺于情爱是狗男女，你又怎么会好意思说人家是狗呢？再比如说，不讲出家人，我们讲世俗中人，还有没有俗人是自愿选择单身呢？有，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有人是本着国家民族的大爱，是对国家不能够成功的话，他就不愿意。实在不忍心打断一本成语词典。我也很长时间是因为祖国尚未统一而已。其实我们普通人哦，交往啊、结婚，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无非就是要传宗接代啦，要养儿防老啦，这样的心态比比皆是，满街都有。它不足为奇，也不足为怪嘛。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自愿单身人，有的人追求神性之爱，有的人是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视个人的感情于度外，人家这才是非常崇高的境界。当然，我今天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这样子的境界，可是物以稀为贵，他们能够能人之所不能，特别难能可贵，所以你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才是真正的贵族嘛。谢谢。伴随着张哲耀共同出土的还有这个很多竹简然后在整个辩论过程当中，他身后的一些兵马俑也经常发出一些奇怪的声音。黄志忠老师，刚才你提醒了他什么？赶快进入重点。这边干嘛？什么情况？二排发言。来位义正言辞，这他一绷脸，我就立刻得点他。我不点他，我怕他打我，你知道吗？人生最大的幸福，我同意你说的，是自由。可是单身最大的坏处就是在于，它永远是被迫的，而不像你们刚才举的例子那样，都是主动选择为国单身、为主单身、为如来佛祖单身。不是的，他们不是主动选择的。为什么？因为单身跟独身是有区别的。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人叫独身主义者？有，他们是一个人也可以生活得很圆满，他独自的灵魂是完整的，他自己既独立。所以人需要伴侣，不是因为身体需要，是因为我们的什么需要？灵魂所以我残缺，所以我在人世间如狗般寻觅。我嗅嗅这里，我嗅嗅那里，我在闻那种独属于我的味道。我被这个人赶出去不要紧，我被那个人踢走也不要紧。我流浪在这孤独的尘世，是因为潇潇说的真爱如狗，这个标准不可改。单身如狗，直到我找到另外一个跟我嗅味相投的狗，我们相逢，最后我们由狗修炼成人而获得自由的。谢谢各位。好，有饭。我为什么瞬间在马薇薇身上发现了于丹老师？你怎么知道我私下给他取的外号？对，他叫我三里屯于丹。
我知道你们都千言万语，因为第一场嘛，都憋了好几个月了。对，但是现在我们要把话语权交给双方队长啊，看看双方队长站在截然不同的立场，对这个话题是怎么看的。反方开始，小松老师。我听了半天啊，对方是一半人在坚持说，婚姻上，然后在一起全是麻烦，然后单身多么多么好，然后另一半人呢自己否定了自己的一半同事，而是说就是有一些贵族他就是要单身啊，等于说只有这贵族这样才好，老百姓其实还是应该在一起，所以对方等于是两派互相矛盾的这个论点在说。当然了，单身有单身的好处，这是肯定的。这个在一起有在一起好处，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的辩题。我们辩题并没有辩说到底是单身好还是在一起好，我们是辩的是说这单身的是贵族还是单身的是狗。贵族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很贵的族，不是一个很贵的人。所以传宗接代，贵族和贵族之间的联姻，以及他们继续生下来那个族，这是贵族的基本责任。这就是查尔斯王子为什么得娶一个人啊，叫约瑟夫国王去娶了西西公主，因为她是巴伐利亚大公的女儿啊。所以你这个说了半天，这贵族，我首先就不能明白，说贵族其实该干的事儿就不是单身啊，所以只有极少数的单身的没有完成贵族的责任。为什么伊莎白一世之后英国王室出现混乱，就是因为他没有继承人，没有继承人的时候，那当然就最后就混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对方站不住脚的地方啊。至于我们是不是狗，我觉得挺好啊，狗也很多好优点，我觉得就不用我来辩论了。狗可以忠诚，狗可以相爱，狗可以这那，而且最重要的是对方还强调了一个特别伪的伪命题，就叫自由。这个自由啊，纯粹是一个伪命题。就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单身躺在床上，早上醒的时候觉得自己好自由啊，好高兴啊，我今天真自由。这是一个伪命题。自由你还要去追求，自由甚至还要受教育。相当一部分人由于没受教育，他根本感受不到什么是自由或者不自由，他就想说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个就是个好东西。自由是属于相当程度的受过教育的人啊，那你不能用它代表整个人类。但是大部分的人是有孤独感的，这是肯定的。不需要追求，不需要教育，不需要启发，不需要给它打开包装，它就在你身上，在你身上，你就是要用这个东西去追寻。没追到之前，把自己当一个狗，你没准能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人。没追到之前，把自己当成一个贵族，以我40多年的人生经验，我看到拿自己当贵族的人都是挑来挑去挑跑屎。我看到拿自己当狗的人，最后没准找到一个好的伴侣。蔡团长，我对于贵族的印象，我读过张爱玲写的一篇东西，她说那个老爷子啊是贵族，没落了，没落到家里都没钱了，然后他太太要为了张罗餐桌上有几块肉，费尽苦心把珠宝给当了，才能够买几块肉回来，再让他吃晚饭的时候桌上有一点肉。老爷子呢，贵族的脾气不改。就是家里的狗走过来，立刻把盘子里的肉丢到地上去，喂了狗。他没有钱了，可是还是维持贵族的习性。如果高晓松说我方对于单身这件事情的状态有各种的混淆的话，我也要说你们那一对对于贵族的定义有各种的混淆。当然，在现在这个时代，聊贵族是很荒谬的事情。就是你追溯到英国女王去世，对我们来讲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了啊！所以我倒是愿意跟大家讲一下，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我们说一个人是贵族的时候是什么意思？贵族就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一种人，贵族是社会既得利益阶级，他的爵位是世袭的，他哪要对他的佃农负责？他哪要对他的旗下的战士或者是农民负责？他不负责的，贵族不负责的占99%啊！所以当我们现在讲一个人是贵族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什么事情？我们大概讲的事情是这个人既不实际，又不负责任，然后任性。这几个特质发生在谁身上？
绝对不会发生在结了婚的人身上。这几个特质就发生在单身的人身上。你今天如果问我说单身好不好，我还真不能回答你。可是你今天如果问我说单身是狗还是贵族，那我刚才的分析，我觉得单身比较靠近贵族那一边。那第二个部分我要讲的呢，其实是我在网络上写了这么多文字，我从来没有用过狗这个词。我不说人家是马子狗、单身狗，什么狗，就是我不喜欢这个词，我就不用。不管你们刚刚说的这个人单身是自愿还是非自愿，我没有数据，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一个人单身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可是我认为，当一个单身的人，我称他为单身贵族的时候，我觉得他会把自己的人生搞得好一点啊。可是当一个人不得已单身的时候，我还说他是狗，我觉得他人生会更糟。所以站在这个立场，奇葩说我从来都不愿意让它变成是一个遵循权威的发言的地方。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一集当中公然的宣称有伴侣才是一个好的人生，而单身是一个残缺的人生？就是我当然不可能鼓吹这样子的价值，就算我不是站在这一队，我也不会同意这个价值。所以你要替那些不得已单身或者选择单身的人想，他们做了勇敢的选择，那你尊重他们的选择，你不需要很任性的践踏他们说你们都是狗啊，何苦如此？就是他们有这个不得已的原因才变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在奇葩说这个场地，我特别在意多元价值的建立，就是有人愿意单身，我们不应该污蔑他们是狗啊。谢谢。今天是奇葩说第3季的第1期，我们双方都在找自己最大的优势去碾压对方。金姐，你是奇葩说第3季第1期的一个女神，你的观点是单身是贵族。对，我是特别喜欢婚姻的一个人，我也是特别喜欢孩子的一个人。但是我和我先生结合在一起，我们身体、灵魂都可以慢慢配合结合。但我的精神永远是单身，我永远是自由的。这是我们俩在一起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地方。我永远保持我单身那一块儿。而且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在我们现代社会谈单身，它是一个追求，并不是一个现行的一个生活方式，不是的。我们每个人从出生自然都是单身，我们生下来到了一定年龄以后，有被动，有自我选择，成为不是单身，这是你的选择。但是我为什么喜欢贵族呢？贵族是你对自己有要求，首先你人格上是独立的，然后极高的修养，而且很好的品味，这是我对一个贵族的定义，并不是你有多大的财富。咱们中国现在不会再有贵族了，为什么呢？现在有钱赚了钱也成为土豪，要个富翁。贵族是精神层面的。以前我看了一个小说叫《上海的金枝玉叶》，那个老太太我都忘了她什么名字，是个上海非常有家族的一个大小姐，她是从一个大小姐变成一个打扫公共卫生间的这么一个阿姨了。但她每个星期天下午还要用她的铁锅去蒸蛋糕，因为要喝下午茶。你能想象，曾经大小姐沦落到在我们这里沦落到一个阿姨，她在烤蛋糕的时候，她在品茶的时候，她手上全是桨子，因为打扫公共厕所。但她喝茶那一瞬间，她还是贵族，因为她精神不倒。所以我觉得单身如果能做到精神不倒的话，那就是你所追求的单身贵族。这是我的态度。好，我看我左手边大锦队似乎就是没有什么斗志了。我特理解这个原因，是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好像有利于。我不觉得。真的吗？我觉得对，因为他们自己还是矛盾的。金星姐倒是说得好，但是这世界有几个舞蹈大师能保持自己贵族风范？有几个川岛芳子最后流落在东北，还拿镊子翻书？大部分人就是准备当流氓。刚才他们都说了嘛，单身多好，可以耍流氓啊，单身可以去红区啊，单身可以这那呀。所以实际上，最终你是说你愿意当一个贵族，我们的辩题是他是贵族还是狗。不是说你愿意当什么，是吧？只有你能愿意当那个。大部分人就单身了，赶紧耍流氓嘛。这个，而且我也回应康永哥，康永哥说哦，那我们现在贵族跟你说那贵族现在变了，那内涵变了，那我们的狗的内涵也变了。和你那个时代的骂人是狗，我们这个时代网络时代卖萌时代，我们觉得狗狗很萌啊。对呀，狗狗很萌，我们汪星人，我们就是很萌嘛。贵族的内涵变了，狗狗的内涵也变了。这边都是贵族，
就是不配成为狗啊，是这个意思。我们是从反方开始的，然后好像你们辩论圈里面有那种规定，就是什么谁先开始谁最后结束，因为先开始的人容易落后手，所以由他们来做总结也是公平和合理的。所以我们全场所有观众做最后的选择，不是选择你是贵族还是狗，而是选择被他们说动，你更愿意接受谁的立场。红蓝键开始。5、4、3、2、1，好。关注朝阳公园东七门，独家花絮幕后新鲜八卦只在这里。下载有看有聊的爱奇艺 APP， 解放你的奇葩天性吧！登录手机百度搜索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洋洋洒洒任你喷。微博参与奇葩说话题讨论，选出你爱的辩手去大冒险。公布结果之前，感谢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谢谢雅哈咖啡，谢谢快到让你飞起来的 vivo 手机，还有就是废话就像头皮屑，海飞丝消灭你，感谢海飞丝，谢谢。好，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一场当中，结果如何？反方获胜。请让我说话，说话，说话，没有人废话，进化，进化，进化。来来来，反方的整个奖金池将获得12万，万啦，点2万。国际扛饿大品牌古力多燕麦牛奶提供的扛饿基金。哇！有吃吧，可以吃很多鸡，给如鸡拿着，给如鸡。好，感谢有100种方法让你穿出范儿的时尚购物，爱皮皮有范儿，谢谢有范儿。这期奇葩说到这儿见，让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